长宁侯府来沈家下聘那日，说好用来救我娘亲性命的天心海棠，被换成了一颗发了霉的人参。姐姐别生气，都怪我和侯爷开玩笑，说天心海棠颜色好看，拿来染指甲必定京城独一份。我也没想到侯爷当了真的碾碎给我染了指甲。承欢，瑶音小孩子脾气，她就是爱漂亮。今日是她生辰，我便将海棠给她染了指甲。你向来端庄大气，不会跟她计较的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已让府里人去当年买药的地方寻药，已有了眉目，必能救回你母亲。上一世我信了，可娘亲到死也没有等到解药。瑶音姑娘说，沈夫人不过是气血虚，不必用这么贵重的药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娘亲疼死在病榻上。既然聘礼没了，那婚约取消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心海棠呢？怎么聘礼成了发霉的人参？长宁侯府怎么会出这样的差错？当初说好求娶沈家嫡女，沈家陪嫁10万雪花银，10万两且够填补侯府亏空。侯府答应聘礼是那株天心海棠，这可是沈家苦苦寻遍天下的救命药引，怎么到下聘就变卦了？欢姐姐，都怪瑶音，瑶音没想到侯爷真的为了我。瑶音只是喜爱美艳花草，我已让人快马加鞭买新株。这聘礼你且收着，等天心海棠寻到了，我必定马上送来。定了亲，你娘亲也是我的岳母大人，我当尽心尽力。想想上一世，我便是这样天真的信了他，信他会尽心尽力。甚至在娘亲临死前，我听到坊间传言，侯府已寻到新的一株天心海棠，便冒着大雪赶去侯府。你们侯爷说过，天心海棠是聘礼，归我沈家所有。什么聘礼，我们不知道，只知晓侯爷陪瑶音姑娘去城外赏雪去了，如今不在府里。瑶音姑娘交代过，沈夫人不过是气血虚，哪里用得上这般贵重的药？这是暴殄天物。沈家虽然有钱，却也不能废了这般救命的药材，以后还有别的用处。说完将我轰出门去。我娘快不行了，求你们给我天心海棠，我愿意付银子。果真是商户女，只会用银子砸人，一身铜臭味。还是瑶音姑娘配我们侯府，知书达理，长得又可人。沈小姐可是侯府未来的主母，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好？怕什么？反正侯爷说了，侯府的事瑶银姑娘可以做主，他说了不能给药，便是不能给。小姐快回府吧，夫人不行了。上天让我重来一次，是为了给我机会救母亲的。沈家虽是皇商，但要知感恩。若非你的10万两嫁妆，侯爷怎么会娶你？如今不过聘礼晚些日子送来，沈小姐便摆脸色给谁看？瑶音是用了天心海棠，可侯爷也答应再寻一株。姐姐莫非是在怪瑶音吗？侯爷，以后他若是进了门，不喜欢瑶音可怎么办？我真该死，不该只贪玩拿他染了指甲，要不我把指甲绞了去，取剪子来。好了，我都没有怪你，你又何必如此？指甲染得很漂亮，今日你生辰，哭了便不漂亮了。承欢性子大方，端庄大气，不会与你计较的。你比他年小一些，他会让着你的。承欢，你说是不是？天心海棠是聘礼，既然没有聘礼，这婚约便也成不了。婚事不成，便是陌生路人。侯爷的天心海棠想给谁，也与我无关，何来大度小气之说？你说什么？侯爷，我们小姐说，既然没有聘礼，这门亲事便不成了。就因为这天心海棠给了瑶英，你便将婚事取消不作数，你将我长宁侯府置于何地？如今满京城都知道我们两家要定亲，你现在说不作数。侯爷，姐姐是因为生我的气才说与你婚事作废，
都是瑶音的错。可是姐姐，侯爷的名誉要紧，你何必因为这样的小事与侯爷赌气？谁不知道沈家虽是皇商富可敌国，可是毕竟你出身低，侯爷肯求娶你已是不易，你还要这样不知足，偏要侯爷低声下气才能抬高你的身份吗？况且我听闻沈夫人看诊的大夫说过，夫人不过是气血虚而已，也没到非这天心海白不可的程度。你们沈家大张旗鼓的重金求药，不过是想让世人知道你们沈家有钱罢了，用这样的法子吸引人上门求娶，这岂非是贵女所为？不过是见钱眼开的人家才会做这样的事。承欢，你原来是打这样的主意，用这欲擒故纵的法子来引起我的注意。我说过会为你再寻一株天心海棠，你不必抓着这件事不放，甚至闹得要悔婚的程度。今日全京城怕是都知道长宁侯府今日要来下聘，你面子也有了，这聘礼不过晚些送而已。我活这么久，还没见过有人定亲聘礼晚些给的。没有聘礼，谁家把女儿嫁给你啊？长宁侯的算盘也打得太响了些。就是，听说长宁侯府没钱了，到处是外债，只等沈小姐嫁过去填亏空呢。承欢，你是好姑娘，你放心，我定会为你做主。这天心海棠用了是瑶音和渊儿的不是，但瑶音自幼在侯府长大，与渊儿是亲兄妹一般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女人最要紧是大度，不可无端争风吃醋。你可是她未来的嫂嫂，何必与她计较？老夫人，父亲去江南寻药，临走前交代，萧家聘礼是天心海棠。若给了聘礼，便定下亲事。既然如今聘礼没有，我也不好违了父命。满京城谁不知沈家等着这味药来救命？侯爷也知道，可为何还把这救命的药给了瑶音姑一染指甲？在侯爷眼里，我母亲的性命还不如瑶音姑娘的指甲重要。这还需要定亲吗？萧老夫人，侯爷说沈家打了他的脸，可他不是也当着满京城的面给沈家难堪？好一个不要脸的长宁侯府，想要沈家的钱，却还敢踩着沈家的脸来捧着其他女眷。长宁侯府简直是在做梦。侯爷，萧家的人参还在盒子里，侯爷请拿稳了。如今两家婚事不成，还请侯爷将人参拿回去。我的天，拿发霉的人参来下聘，长宁侯府是穷疯了吗？这是想打脸，没打成，脸都被打肿了。是谁拿的这人参？夫人，是瑶音拿错了，都是瑶音的错。昨日侯爷把天心海棠给我用了，我今日醒来心中不安，把我母亲留给我的人参拿出来，想给姐姐作为赔偿。可我没有想到，这人参居然发霉了。姐姐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我一直收着没有打开，这是瑶音此生最宝贵的东西。可我没有想到，姐姐却因为它不够贵重而出言羞辱我。娘亲是穷，可是就算是发霉的人参，也是娘亲留给我的宝物。此事虽是瑶心的错，可姐姐也不该如此出言羞辱我。难道有钱便能看不起别人吗？顾小姐也不是有心的，她也是好意，沈小姐不如算了。对啊，这也是她母亲的遗物，便原谅她吧。原谅什么？针扎不到自己身上，便永远不会痛吗？顾小姐，这是你母亲的遗物。是。李掌柜，你长长眼。这颗人参，如果我未看错，是挖出土不会超过1年，且只是长了2到3年的年份。没错，顾小姐的母亲不是死了10年吗？怎么去年还重返人间给你送人参吗？不会吧！1年前挖出来的参，他怎么敢说是母亲遗物？一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拿王母来当借口，他怎么好意思？我没有说谎，这是你沈家的掌柜，自然帮着你说话。哼，
我知道沈家有钱，看不起我这样的孤女，可我王母之物，你可以看不起，却不能冤枉我。在场的还有太医署的张太医，不如让太医看看顾小姐可信。难道太医你也不信，也说是我收买的吧？因为我用了天仙海棠，沈姐姐咄咄相逼，侯爷都是瑶音的错。沈姐姐是因为我才为难侯爷的，不如侯爷让瑶音离开吧。我今日便离了侯府，沈姐姐出了这口气，会答应与侯爷的婚事的。沈家一介商户，陈欢，长宁侯府肯娶你为侯夫人，已是沈家天大的颜面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侯爷毁了聘礼在先，强逼民女定亲在后，自古婚嫁自由，你我尚未定亲。你既然没有聘礼，这婚事不成也理所应当。还是说，侯爷想用一根发霉的人参换沈家10万两嫁妆？沈承欢，我告诉你，天星海棠我已寻到，你若不与萧家定亲，这辈子也休想拿到。我就看看，到时候你母亲病危，你跪着求我的时候，还敢不敢这副嘴脸？上一世，我定了亲又如何？母亲一样活生生的被病痛折磨而死，而侯府像拿捏着沈家的命门，日日索要银子填那无底洞。这就不劳侯爷费心了，我和侯爷的婚事就此作罢。沈承欢，你可别后悔，作废了婚约，你可什么都得不到。我的病用不着卖女儿来换。沈夫人在女儿的定亲礼上出现，应是想给女儿做足面子的。娘亲，你怎么起身了？侯爷，自古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是沈家主母，我告诉你，这门亲我们沈家不要了，带上你们的破烂，滚出沈家！你们沈家好自为之。听说了吗？那个长宁侯府用一颗发霉的人参做聘礼，求娶沈家小姐的事儿。这沈家小姐简直不识抬举。老朽倒是觉得长宁侯府实在过分，想用侯府之势强压沈家。我看呐，是侯府想夺沈家10万两雪花银。主子，沈小姐已与京城侯爷退婚，探子已打听清楚，沈小姐母亲沈夫人需要一株天心海棠。将此话交于母亲吧，顺便吩咐府里王叔把库房那株天心海棠也一并交于母亲。沈夫人的病不能再拖了。主子，可是沈小姐都不知道是主子也。无妨，承欢何该一生顺遂无忧？承欢，都是娘亲连累了你，你爹也南下为我寻药，让你平白受了委屈。娘亲，你放心，女儿一定治好你的病。
沈姐姐怎么也来了？今日可是贵人们的聚会，姐姐一个皇商之女，不会是用银钱收买了下人，偷偷溜进来的吧？我拿的是长公主府的正经请柬。倒是顾小姐，你一个无名无分的孤女，是用谁的帖子进来的？今日是侯爷特地陪我来散心的。姐姐若是求我，我还能让侯爷原谅你的无礼。长公主到。免礼。今日设宴，只为拍卖诸位捐赠的宝物，筹集银两，为边关将士购买药草。开始吧。1万两。沈姐姐果真是商户之女，蒙眼只有银钱，连基本的字画鉴赏都不会。这不过是无名小卒的毒鸦之作，你出1万两买它，是想用钱砸出个好名声，硬挤进贵人们的圈子吗？简直俗不可耐。这位小姐认为此画不堪入目。臣女长宁侯府顾瑶音，臣女自幼习画，一眼便看出这画作笔法粗糙，毫无意境，不似某些人不懂装懂，以为花了1万两冤枉钱就是实画的雅客了。沈小姐，你为何愿意出1万两白银拍下这幅画？回殿下，臣女虽不懂画技，却能看出这画中透出的凛冽风骨，这必定是一位经历过沙场血战，心中仍有热血的将士所作。今日拍卖是为边关将士筹集药草，臣女愿出1万两，不在乎画作是否出自名家，只为尽沈家一份爱国忠君之心，盼将士们平安归来。臣女母亲病重，急需一臂天心海棠救命，臣女将心比心，只愿以此善举为母亲祈福，为边关将士祈福。好，好一个爱国忠君之心，好一个将心比心。好孩子，你是个有大义的。你要寻的天心海棠，本宫的库房里正巧有一株，便赏赐于你了。臣女谢长公主救命之恩，臣女愿再捐赠1万两白银，为将士们添置冬衣药草。好，本宫没看错你。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来幅破画还真攀上高枝了。顾小姐，那幅画乃是我家世子在边塞战场上亲笔所作，也是长公主殿下最真实的画作。是。原来长宁侯府养出的规矩，就是当众辱骂世子爷的画作是破蜡啊！公主说了，顾小姐既然不懂规矩，以后还是在家多抄经静心，京城的宴会就不必再来了。定国公世子是长公主的独子，跟着驸马镇守边关，近2年来杀敌无数，战功一件件报回京城，如今已是皇上最器重的骠骑将军。谁也没有想到这幅画居然是他所画，难怪沈家小姐拍下时长公主赞赏有加。沈小姐，除了天心海棠，长公主还赏了沈夫人一株100年老参，给沈夫人补身子用。等沈小姐有空了，可多来长公主府，陪公主说话解闷。娘亲，解药，我拿到解药了，您有救了。2万两白银，换了一株天心海棠，也换回母亲一命，值得。我在席间被人嘲笑，说我们府中无名无分养着你，引人笑话，而你居然还敢在公主府大言不惭，对世子画作轻慢不已。如今京城的世家设宴连帖子都不下给咱们家，简直丢脸之极。你怎么敢在外面胡言乱语，如此无仗？在府中抄些佛经，静静心吧。往日都是我们太纵着你了，原想着你是故交的孤女，养在府中也无妨。但是你现在太让我失望了，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
多亏了承欢，救了你母亲一命，好孩子。只是下聘那日委屈了你，我万万没想到长宁侯居然是这样的人，用一株发霉的人参来下聘。反正我又没与长宁侯定亲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以后让咱们沈家一定会好好的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家嫡女沈承欢捐赠10000两白银购买药草，孝心可嘉，忠心爱国，特册封为南家县主，食域300户。钦此。皇恩浩荡，有了皇上的册封，承欢有了皇家诰命，以后谁还敢轻视我们沈家一分？皇后娘娘，臣妇有个不情之请。何事？前段时日，渊儿与南家县主本要定亲，不想被一个小小的误会耽误了。如今县主受封，臣妇想求皇后娘娘为渊儿和县主赐婚，成全他们一对有情。南家县主，萧夫人说的可是真的？若你与长宁侯两情相悦，本宫可以为你们赐婚。禀皇后娘娘，满京城皆知。当初我们沈家用重金求一味救命药，长宁侯曾说侯府愿意以天心海棠为聘礼求娶臣女，可是聘礼却被侯爷送给府中的瑶音姑娘染了指甲，把聘礼换成了发霉的人参。臣女不堪受辱，没有同意婚事。侯爷明知我母亲等要救命，却视若无睹。母亲的性命还不如顾小姐染一次指甲重要。这样的人家，承欢绝不愿意嫁。承欢，我说过了，我会为你寻得解药。聘礼我会给你，不过是晚些时候。瑶音年纪小，难道犯一次错你便要一直拿着不放，一直为难他吗？如今我当众求赐婚圣旨，这是对你们沈家天大的功忙，你怎么能如此任性？难道赐婚还不够给沈家脸面吗？侯爷请自重，我沈家与你萧家毫无关系，何来求赐婚之说？沈姐姐，你还在怪瑶音是吗？都是瑶音的错，你别生侯爷的气。只要你能原谅侯爷，瑶音任你责罚，绝无怨言。那天新海棠的聘礼是我不该胡闹用了，可是沈姐姐怎么能因为一株天心海棠便闹得侯爷下不了台呢？以后姐姐是要做侯府主母的，难道不该顾及侯爷的颜面吗？满京城都知道，沈家嫡女救母心切，愿嫁拿天心海棠做聘礼之人。长宁侯背信弃义没有拿出来，可是我们长公主府按这么说，沈家姑娘该是我长公主府的儿媳妇儿。正好我儿还未定亲，与承欢甚是相配。承欢，本宫问你，你可愿意做我们家的人？长公主殿下，这门亲事我们与沈家早已说定了的。我儿骁骑将军袁离英勇善战，不好女色，房里无妻妾通房。若你嫁进来，他必会一心一意对你。上次家书中，他听闻你捐银的义举，很是赞赏。我想，他若知道能娶到你，定会乐意之之。是啊，承欢愿意。蒙长公主殿下错爱，又救了我母亲一命，这门亲事，承欢愿意。好，那便请皇后娘娘为我儿和沈家嫡女赐婚吧。既然如此，本宫便成就这段大好良缘。沈姐姐好心机，好手段，
不但用银子买到了贵人们的欢心，居然还得了长公主的喜欢，让皇后赐婚。这样的手段真是让瑶音佩服。瑶音姑娘，此事多亏你促成啊！若非你用了天心海棠染指甲，只怕我还得不到公主的天心海棠，更得不到皇后的赐婚。如此良缘，还多谢瑶音妹妹的成全。侯爷，你也在怪瑶音是吗？这是宫门外，你别在这里吵闹不休。陈欢，你明知我是真心想娶你的，为何你要如此决绝？难道就因为一株天心海棠吗？对，就因为一株天心海棠，足够了。侯爷，你对瑶音姑娘处处维护，既然如此放不下，又何必求娶别的女子？你偏心瑶音，娶了任何女子入府，都要受你的偏心之苦。侯爷还是快娶了瑶音姑娘入府，免得误了别的女子一生。就是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天天与侯爷在一起，外面早都在传这是侯爷的妾室，说是故交之女，谁知道呢？早过了出嫁的年纪，还在侯府住着，妻不删妾不妾的，真是不知廉耻。这女娃是谁呀？怎的这样对咱们承欢？你这莽夫不要轻举妄动，承欢能处理的。等那家小姐离开了，咱们再找给她苦头吃。唉，还得是夫人聪慧。侯爷，是不是瑶音拖累了侯爷，让侯爷名声受损了？渊儿，瑶音的事你打算如何处理？你难不成真的喜欢她，要娶她为妻？母亲，我只把瑶音当作妹妹，从未想过娶她。你既然不想娶她，为何不避嫌？将她宠得无法无天，甚至为了她毁了沈家的婚事。你可知道咱们侯府欠下多少外债？若没有沈家的嫁妆填补，以后咱们如何还得清？我只是可怜瑶音是孤女，才多加照顾。我从未想过娶她。侯爷难道真的从来没有喜欢过瑶音吗？若不喜欢，为何为了我连沈家的救命药都舍得拿来染指甲？为何每次推了沈承欢的约会只陪着我？如今满京城都知道我是你的人，谁家还敢上门提亲？侯爷若不娶瑶音，瑶音今日便一头撞死在长宁侯府门前！这县主女娃是谁呀？可真厉害！承欢，咱们回家。娘让人给你买了城南那家荷叶鸡，为父也让人买了你们娘俩喜欢的荷叶糕。咱们快些回家吧。我就算娶你，也不能为正妻。你的出身门第当不起侯夫人之位。若你愿意，便入门做个妾室；若你不愿，我可为你备一副嫁妆，为你找户人家嫁了。瑶音愿意入府伺候侯爷。姑娘，您真的不打算离开侯府了吗？离开？我为何要离开侯府？可若留下，姑娘便只能答应入府为妾。您这般委屈自己，值得吗？妾又如何？只要我能留在侯府，便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可正是夫人不日便要进门，若她容不下姑娘，又该如何？她进门又如何？老夫人疼我，侯爷偏我，只要他们站在我这边，她便动不了我。姑娘是想仗着老夫人和侯爷的宠爱，与正室夫人周旋。
正是又如何？他有名分，我有宠爱。进了这侯府，谁能笑到最后，还未可知。可若有一日侯爷不再偏着姑娘呢？那我便让他一直偏着我。这侯府，我既然留下了，便不会轻易认输。嬷嬷认为，这侯爷与顾瑶音该如何处理？老奴认为，侯爷与顾氏皆是会自己作诺之人，不必理会就行。可是沈小姐总是会被缠上。老奴今日出宫采买娘娘的新鲜燕窝时，在东市遇到了顾瑶音和那侯爷正在承欢小姐家的铺子闹事，当真是如重迎一样。本是想着离儿喜欢就好，可现如今看来，承欢这孩子谁能不恩爱不心疼？嬷嬷，这俩当真是令人生厌。长公主莫恼，老奴这就去办。有劳嬷嬷了。本公主一定要让驸马狠狠地给皇上参上几本这小侯爷。东市那间铺子，今日在场的伙计、临铺掌柜，还有巡街的差役，都去问清楚，谁先开口辱人，谁先动手，谁砸了东西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要记明白。嬷嬷放心，奴才这就去。再让人去一趟京兆府，告诉府尹大人，公主府并不插手公断，只是今日闹事的人惊扰了长公主看中的姑娘。若京兆府连东市的安宁都护不住，明日御史台自然会有人问他。不长眼的东西，偏偏去碰承欢小姐。听说了吗？长宁侯府传出来消息，侯爷要把那位顾姑娘抬进府做妾了。好好的姑娘家闹到这般地步，也只能做妾了，可不是吗？当初抢人家救命药染指甲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去？这就是要和南家县主成亲的骠骑将军啊！当真是一表人才。我看呐，这小将军身体也不错，两人真是金童玉女。孽障！你在外头胡闹便罢了，竟还敢去人家姑娘铺子上撒野！如今京兆府传了话，御史台也盯着，连长公主府的人都在问，你是嫌侯府的门楣太干净，非要往上泼一盆脏水吗？母亲，不过是个商户女。住口！商户女，你可知她是谁护着的人？长公主亲自开口让嬷嬷看顾的人，你也敢轻贱？老夫人，此事原是误会，瑶音也是被承欢气着了。顾姑娘既知道自己会被人气着，往后便少出门。来人，送顾姑娘去祠堂。若不管好自己，侯府也不敢再留。老夫人，嬷嬷是为东市那桩事来的吧？巧了，驸马爷方才刚递了折子，一连3本。一本参小侯爷纵马经街，一本参他以势扰民，还有一本参他私交狐朋，品行不端，桩桩都附了实证。皇上怎么说？朕竟不知京城之中还有这般威风的小侯爷。旨意刚拟好，小侯爷禁足3月，罚俸1年。现任侯爷教子无方，降一等差事，回去闭门思过。有劳总管告知，老奴也好回公主话。小姐，小姐，出事了！你这般高兴，倒不像出了坏事。
那小侯爷被禁足罚俸了，顾瑶英也被侯府送去祠堂了。听说侯老夫人气得不轻，关了他的院门，不许他再出府。唉，小姐，这回可多亏了长公主。备一份礼吧，不必贵重，挑些铺子里新制的点心，再配2匣我亲手做的香丸。明日我亲自去公主府谢恩。小姐放心，奴婢这就去。见过将军。母亲说你昨日受了惊，让我来瞧瞧你。嬷嬷还特意炖了甜汤，叫你趁热喝。昨日之事，劳烦长公主挂心了。其实我并未受惊。你没受惊，母亲受惊了。母亲说，世上竟有人敢欺负她喜欢的姑娘，叫她夜里燕窝都少喝了半盏。不过你放心，短时日内他们不会再来烦你。若再有下回，不必忍，也不必顾忌什么侯府相府，你身后不是没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沈承欢就能得长公主喜欢？凭什么所有人都护着他？他以为有长公主撑腰，便能高枕无忧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出身低微的商户女，真进了贵人的眼，又能走多远？姑娘，正房那边已经等着敬茶了。我病得下不了床，怎么去？你去回老夫人，就说我昨夜受了风寒。可今日是夫人入府第一日，正因是第一日，才要让她知道，这侯府里不是她一个正妃说了算。老夫人，顾姨娘身子不适，今日怕是不能来给夫人见礼了。夫人宽和些，莫要与她计较。既然妹妹病了，自然该养着。妾身出来，怎会为难病人？姑娘，夫人没有生气，还说让您安心养病。她没闹，没有，连一句重话都没说。倒是会装贤良，可这深宅里，越贤良的人越好拿捏。老夫人，妾身也想去给夫人请安，只是这身子实在不争气，只怕夫人心里会怪我不懂规矩。她若真怪你，便是不贤。只是你如今是妾，万万不可坏了规矩。妹妹身子弱，老夫人疼惜是妹妹的福气。只是病要静养，往后晨昏定性便先免了吧，免得来回奔波伤身。夫人，府中胭脂水粉、绸缎银炭的支出比往年多了近30%，大多都送去了顾姨娘院里。不急，把近3年的账都调出来，还有各院月例、采买单子也一并送来。夫人是要查顾姨娘？不是查她，是查着侯府的规矩究竟还在不在。你身子未好，怎么来了？妾身只是怕侯爷劳累，送桌汤罢了。谁给你委屈受了？没有，夫人长家辛苦，削减些用度也是应当的，妾身不敢怨。他刚进门便开始苛待你。侯爷别怪夫人，是妾身命薄。你为何削减瑶音院里的用费？侯爷说的可是这一项？顾姨娘院中1月胭脂水粉支出是老夫人院中的3倍，银炭份例是正房的2倍。妾身并非削减，只是按侯府旧例归正。若侯爷觉得旧例不妥，妾身可以改，只
只是改过之后，满府上下都照姨娘的标准来，府中1年要多支出3000两。妾身出入侯府，不敢妄动旧规。只是侯府不是一人一院，若人人都仗着宠爱越过规矩，那以后妾身还如何掌家？此事是我没问清楚。侯爷疼惜顾姨娘是侯爷的情分，妾身守住侯府规矩是妾身的本分，情分与规矩不该混为一谈。姑娘，侯爷今晚歇在书房了。听说夫人拿出了账册，侯爷便没再追究。他倒是会抓规矩，既然他要做贤妻，我便让他闲不下去。从前是妾身不懂事，惹夫人操心。今日特意炖了甜汤，向夫人赔罪。妹妹有心了。侯爷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害怕他有了身孕，你便忘了我，不会再理会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害怕失去你而已。姚音也是害怕失去我而已，不如算了吧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小姐她身孕没了，赶紧带人去侯府把小姐接回来。这侯爷所作所为，老夫要找皇上狠狠地参上几掌。皇上，求您为老臣做主，让小女柳氏与这畜生和离。他纵容贱妾，毒害嫡妻腹中胎儿，德行有失，宠妾灭妻。老臣绝不能让女儿在这等狼窝里送命。皇上口谕：长宁侯萧渊德行有亏，复夺长宁侯爵位，发配青州充当守城兵卒，即刻启程。老夫人说了，侯府如今的基业都因顾姨娘不敬重主母，该罚。打完给我把这个毒妇发配家庙，今生今世不允许她再见任何人。你当初为边关的将士捐了那么多银两，如今我回京了，得好好补偿你才是。边关的兄弟们说，让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你如今一定是没有银子了，你放心，我有。以后我的银子都给你花，东边的珠宝，西边的锦缎，只要你喜欢，通通买回家。将军怕是不知道，皇上沈家到底有多少银子。好将子，卖瓢肠嘞！好将子。承欢啊，我好想你。来吧，咱们长公主可说了，得给南家献国受过的委屈找回来。走快点！这南家县主和世子的婚事是我见过最大的排场了。长公主和世子真是喜欢县主的很呐。当然啦，县主用了2万两拯救了边关诸多将士，有情有义，谁不喜欢？我瞧着也喜欢的紧。太棒了，好强啊！以后每一日，承欢都要开心，
终日常开颜。母亲放心，女儿必定常开颜。小姐，夫人，骠骑将军来迎亲了，新娘子出阁了。